在韩国财阀的世界里，婚姻这东西基本属于投资管理的范畴。你以为他们结婚是因为爱情？不，他们婚姻通常叫股权结构优化。可就在这样一个现实的世界里，偏偏有人不信邪。三星的公主李富真，一个从小在钻石堆里长大的女人，突然有一天决定把自己嫁给一个保安。这事别说全国震惊了，连她爸李健熙都差点当场宕机。这桩婚事成了韩国史上最狗血的豪门叛逆剧。有人说她是真爱至上，有人说她是被设套忽悠了。那么真相究竟如何？这期我们就来聊聊这位嫁给爱情的财阀公主。如果说上一期的三星太子妃离婚记是一场价值8万亿韩元的爱情惨剧，那么这一期就是那场豪门悲剧的翻版续集。不同的是，哥哥李在镕的离婚是理性冷战，而本期主角李富真的婚姻更像一场火山爆发。李富真是李健熙的第2个孩子，也是他最宠爱的女儿。外界都说，最应该继承三星的人从来不是李在镕，而是他。原因很简单，聪明、果断、完美主义，最像他的父亲。李健熙曾说过一句话，他是唯一继承了我商业头脑的人。这句夸奖其实是一种诅咒，在财阀家族里，女人有野心比有外遇更可怕。然而，这位帝国公主的婚姻却是一出惊掉韩国下巴的下嫁剧。1999年，她嫁给了任佑宰，一个出身平凡，在三星安保部门工作的男人。第一财阀的大公主居然嫁给了保安，当时把整个韩国都惊到了。这样2个看上去毫无交集的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坊间流传的版本比韩剧还离谱，有说是小职员遇上女总裁的。李富真当时在三星福利财团工作，而任佑宰负责一场慈善活动的安保，俩人一来二去擦出火花。也有说是公主爱上骑士的，任佑宰是她的随行保镖，朝夕相处，温柔体贴，一不小心动了真情。甚至还有奉旨成婚版。据任佑宰自己后来回忆，他原本是李健熙的贴身保镖，是李董亲自指派他去保卫李富真的。他本来不敢与李富真结婚，但老李看女儿恋爱脑发作，又亲自下令，她要嫁你就娶。这几种说法谁真谁假，外人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场不对称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像一支被点燃的烟花，耀眼刺激，注定要炸。三星家族当然坚决反对。李富真的母亲训斥他：“你这是让三星成了笑话。”而男方家的反应也不比三星轻松。任佑宰的父亲是普通职员，他深知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不可能有好结果。他劝儿子娶她，你不仅得不到尊重，也将会失去自我。这话说的一点没错，以这种方式进入三星家门，意味着从此活在聚光灯下，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是新闻标题。可年轻人的爱情越反对越上头。李富真当时年仅29岁，既有事业的独立意识，又有青春的倔强。他或许不是单纯的为爱冲昏头，更像是在对抗那个冰冷、规训一切的家族体系。哥哥在家族的安排下走了豪门联姻的老路，作为女儿，她本来也要嫁到其他财阀家。或许是因为对这种婚姻交易的厌恶，或许是因为不想因外嫁失去家族继承权。她曾说：“我要嫁的人不是三星选的，而是我自己选的。”为了逼家族妥协，她以绝食相威胁。她甚至一度放出狠话，宁愿放弃三星的姓，也要嫁他。这事被媒体热炒，舆论压力之下，三星不得不低头做人。李健熙最终做出让步，同意了这场婚事。1999年，婚礼在三星旗下的胡岩美术馆举行，场地奢华的像王室加冕仪式。镜头对着李富真的脸，她挽着新郎任佑宰，笑得眼睛弯成月牙。可镜头一转，双方家长的表情却比领带还紧。婚礼之后，童话就散场了。当外界还在惊叹保安娶了公主时，三星已经悄悄启动了下一阶段，对女婿的系统性改造。李健熙虽然表面让步，但心里并未真正接纳任佑宰。传言说，婚礼前的那个晚上，他在酒店大堂一个人默默坐了许久，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许是愤怒，也许是不甘。毕竟那是他最爱的一个女儿，最好的白菜就这么给猪拱了。然而大财阀不是意气用事的人，既然已经结婚，那这女婿就得配得上3星。或许因为爱女心切，李健熙给任佑载开的金手指，甚至连太子李在镕都没享受过。先是送他去美国麻省理工读 MBA， 学费生活费全由3星报销，还专门配了翻译和助教。怕他跟不上课程，李健熙又从3星总部调了2个名校学霸，每天帮他整理笔记、划重点。可任佑载本人只是个韩国2本生，面对满屏的英文课件和复杂的财务分析，如听天书。传说他在课堂的案例讨论中，常常半天憋不出一句话。几个月后，他给老婆打电话哭诉：“我实在读不下去了，再读我就要疯了。”然而耳边却传来李富真命令的声音：“坚持下去，完成学业。”2005年，任佑载回国，直接空降到3星机电担任战略副总，负责公关、协调等工作，职位不低，薪水丰厚。但他原本只是一个保安，并无经营管理才能，业绩也是乏善可陈。身边的人看似对他十分尊重，但保安女婿的标签却让他倍感压抑。有传闻说，任佑载曾多次提出离开3星去创业，想证明自己，可每次都被家族阻止，理由简单：你是3星家的女婿，要时刻注意形象，不要乱折腾。再看李富真，婚后他被调到新罗酒店任要职，事业顺风顺水，工作节奏堪比他父亲当年。韩国媒体称他为公主总裁，形象光鲜的像广告。他们之间的差距不再是财富，而是存在感。任佑载开始觉得自己只是3星的附属品，而李富真则越来越职业化，日程排得满满，会议、应酬、采访，回到家依然带着管理口吻。两人的生活渐渐变成表面体面，内里疏离。任佑载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被包养的职员。家里的气氛就像新罗酒店的套房，奢华整洁，却没有烟火气。他们的婚姻还深刻影响了3星家的婚恋观。李富真的小妹李尹欣在姐姐的影响下，也跟平民谈起了恋爱。这一次，李健熙怒了，他强行拆散了2人，并把李尹欣派往美国留学。2005年，为情所困的李尹欣在纽约的豪华公寓中上吊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事情给整个3星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让李富真夫妇承受着无形的压力。2007年，他们唯一的儿子出生了，但这非但没给家里添点温馨，反而成为引爆2人冲突的导火索。李富真坚持儿子要接受精英教育，从小读国际学校，学3种语言，将来去常春藤大学。他是李家的孩子，不是普通人。而任佑载却希望孩子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不要被财富和姓氏束缚。这要放在老百姓家里，也就是吵2句嘴调和一下的事儿，但在财阀家，那就成了路线斗争。一个要培养儿子继承家业，一个希望儿子逃离系统。除此之外，外界的舆论也越来越恶毒，媒体对他们的婚姻充满猎奇心理。当初的男版灰姑娘传奇，渐渐变成了小保安吃软饭传奇。每当夫妻俩一起出席活动，媒体总会特意强调，她的丈夫曾是3星安保部职员。爱女心切的李健熙对任佑载不可谓不上心，他不断地给他升职，甚至让他坐上了3星电机副社长的位置。然而，他那拉胯的业绩却实在难以撑起场面。传说有一次在会议上，李健熙曾拍着任佑载的肩膀说：“小伙子要努力啊，不能全靠富真。这种压力测试局要想赢，就得顶住干出成绩。”而任佑载显然没有这种魄力，他在压力中一步步坍塌，最终躺平摆烂。2014年春天，李富真突然向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没有预兆，没有解释，就连任佑载本人都是从律师口中得知的。消息一出，韩国舆论哗然。好吗？当年非保安不嫁，如今一句性格不合就要终结这场豪门婚姻。一时间，3星公主休夫的消息不胫而走，各大媒体纷纷打出标题：男版灰姑娘故事终结，3星女继承人与前保镖婚变，帝国婚姻的崩塌。而真正的戏码才刚刚开始。任佑载拒绝离婚，并提出反诉。他声称自己被李富真长期冷暴力，
不仅被剥夺父亲身份，还被禁止见儿子。他在法庭上表示，我已经3年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了，他禁止我接触孩子，不让我打电话，甚至孩子长到9岁，爷爷奶奶都没见过孙子。这句话击中了韩国社会的人情底线，一度让不少人同情这位被抛弃的丈夫。然而，三星的反击很快到来。李富真团队递交的一叠厚厚的医疗记录和证词，指控任佑宰存在家庭暴力行为。据称，这些年他常常在家中酗酒，酒后就摔东西，情绪失控，暴力威胁妻子，甚至曾对孕期的李富真动手。三星方面还强调，李富真提出离婚是出于对孩子安全的考虑。这一下，舆论哗然，没想到光鲜亮丽的三星公主在家居然还要受此恶气。任佑宰，你个小保安，你怎么敢啊？于是，任佑宰从可怜的寒门丈夫瞬间变成了吃软饭的家暴恶棍。他立刻接受采访，否认一切。采访中，他眼眶通红地说：“我从未打过他，我爱他，也爱这个家庭。我和他的争执都是双向问题。”这豪门互撕的大戏给韩国媒体打了兴奋剂，狗仔们开足马力，疯狂挖料。几个月后，更劲爆的传闻出来了，媒体爆料任佑宰与女明星张子妍关系暧昧。张子妍是韩国娱乐圈的敏感人物，她于2009年自杀，并留下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详细记录了她被经纪公司强迫向多名高层人士提供陪酒和性服务的黑暗内幕。任佑宰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文件上，但据爆料，一个登记为李富真的电话号码曾于2008年与张子妍进行过数十次的通话，而这个电话号码的实际使用人是任佑宰。08年，任佑宰任三星电机的执行董事，他拿着高薪，坐着专车出入高档商务局，完全有作案能力，而李富真却正值孕期。这一切都让剧情更加狗血。果然，消息一出，舆论彻底沸腾。小保安背叛孕期财阀妻子，出轨女明星，这戏码实在太有传播力了。任佑宰瞬间为千夫所指，成为全民八卦对象。他通过律师愤怒回应，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是李富真一方故意操纵媒体。这个事儿尽管再没查到其他证据，可吃瓜群众才不管他是真是假呢，能看热闹才是头条。任佑宰的渣男形象算是洗不白了，他酗酒、好色、吃软饭、打老婆，就差贪财，就五毒俱全了。果然，渣男对钱下手了。离婚诉讼刚结束，任佑宰就搞出了更大的事情。2016年7月，他向法院提起财产分割诉讼，要求获得高达10亿美元的财产补偿。要知道，当年李在镕和林世玲的天价离婚，最终赔偿的金额也达不到这个数字。任佑宰理直气壮，自己牺牲职业自由为李家服务做出的贡献不容抹杀，同时自己在家庭中支持妻子事业，付出了时间与情感，对李富真事业的成功具有贡献。这话一出，整个韩国都炸了，一个小保安竟然要和三星公主分家，简直胆大包天！你个渣男，家暴出轨，怎么还有脸要钱？李富真方面立刻反击，他的律师提交了厚厚一摞工作记录，冷冰冰一句话概括：他从未参与任何经营。而李富真本人也发表声明，他声称任佑宰嗜酒懒惰，对三星无实质性贡献。他还说，感情不是投资，婚姻不是股权。一句话，往日的恩爱誓言、眼泪，全都化作了冰冷的数字。这场诉讼成了韩国司法史上最昂贵的离婚案。2017年，法院判决下来了，判决书还是给任佑宰留了面子，没有采纳家暴、出轨等证据，而是以两人互有过错、长期分离导致感情破裂，判决两人离婚。儿子抚养权归李富真，任佑宰每月只能探视一次。他的巨额财产诉求被驳回，但分到了760万美元。任佑宰不服上诉。2019年，又有猛料爆出，一名整形医院职员向媒体爆料，称李富真曾在该医院非法使用麻醉药乙丙酚。这一丑闻对李富真的形象冲击极大。任佑宰趁机大做文章，他的律师团队把李富真塑造成精神不稳定的白粉客，以此来诉求孩子的抚养权。有媒体甚至怀疑爆料的幕后黑手就是任佑宰。这个事情撕扯了1年，
有人说事情根本子虚乌有，有人说是三星花钱摆平了相关证人。总之，警方最终调查裁定李富真无罪。2020年，法院二审决定维持离婚判决，但将孩子探视权增加到每月2次，财产金额提高到1200万美元。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笔巨款，可对于三星也就是一根毛罢了。随着离婚案的落幕，三星的大门彻底向人幼崽关闭，他的所有职务一夜间被撤销，门禁卡失效，公司档案系统里也删去了他的名字，仿佛他从未存在过一样。据称，他独自住在首尔郊外的一处公寓里，再也没有记者拍到他与任何朋友或家人同行。偶尔有路人认出他，说他头发花白，神情恍惚，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里发呆。离婚前，他一直想创业，但离开了三星这棵大树，一无所长的他却不知从何着手。后来，他搞起了房地产投资，用他那并不多的资产投了一些小型房地产项目，赚了点钱，但也卷入了不少诉讼纠纷。他曾经是三星的女婿，如今却成了有一笔钱却连儿子都难见到的普通中年人。法院虽然判给他探视权，但李富真总是以日程冲突为由，阻止孩子与他见面。孩子在国际学校上学，生活由李富真全权安排，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离婚后的李富真全身心投入事业，不久，他就全面接管新罗酒店，亲手改造品牌形象，从一家传统财阀企业变成国际化连锁集团。2015年起，她几乎年年被评为韩国最有权势的女性。她的出现总是标准的黑西装，无表情，步伐稳健，只是她的身旁再无伴侣。她几乎不再接受个人采访，也从不回应婚姻往事。她把全部情绪都封存在事业里，像父亲那样冷酷、精准，不容差错。人们说她成功继承了李健熙的商业头脑，但也有人说她继承的不只是头脑，还有冷酷无情。2016年，李健熙昏迷住院，三星全力版图重组，李在镕与李富真成为家族实权核心。而2017年，哥哥李在镕又因为朴槿惠案入狱，李富真终于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王。只是，当他独自出现在董事会上时，那张冷静严肃的脸总让人想起18年前的婚礼，那时他挽着人幼崽的手，笑得明丽。有人感叹，李富真输了爱情，人幼崽输了人性。可在财阀的世界里，爱情与人性本就是稀缺品。或许我们的公主从来没赢也没有输，因为她最终嫁的还是那个叫三星的帝国。